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刚抵达燕赵之都河北邯郸火车站呢，我们先环视一周。这边是邯郸汽车站，邯郸的城市建设也非常的气派啊。现在我准备在邯郸火车站附近找一个住宿。我们看一下邯郸这座城市的物价水平怎么样，住宿贵不贵？没想到北方的天气也是这么炎热呀！现在是饥肠辘辘，也很迷茫，不知道去哪里找小旅馆。先找个地方吃个饭吧，吃饱喝足，好找小旅馆。这边是邯郸火车站的公交站台啊，不知道往哪边走才是城中村。只有城中村才有便宜的住宿啊。邯郸火车站周边都比较繁华呀，没有城中村了，都是酒店，酒店就比较贵了。再往前走一走吧。一不小心走到邯郸商业步行街来了，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小饭店，先吃个饭，太饿了。这里是数码街啊，二手笔记本电脑，前是卖数码产品，这里坐一下。我在网上看了一家便宜的酒店，过来看一看吧。老板在吗？这个是这一家吗？对，是。房间怎么样呢？可以看一下吧。可以，您要哪个房间？这间吧。你点开看一下。就这个书享大床房。对。我要住个几天，如果合适就住个几天。房间终于搞定了，这是一个酒店呢，不是小旅馆。我当时在网上看到一个34块钱的酒店，我就下了单。当我来到这个酒店的时候，老板跟我说是某团把他的价格搞错了，他不愿意让我取消订单。由于我也不怎么使用美团订酒店了，我也不懂规则，所以我就取消了订单。买卖不成仁义在嘛。如果不取消订单会怎么样？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评论分享。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处理，也可以在下方分享一下。我准备要走了，老板跟我说50块钱让我体验一晚上。我看这个房间也不错，我就同意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的环境呢，1.8米的豪华大床，这边有桌子，这边只有一个小窗，这边是洗手间，有毛巾、吹风机、一次性洗漱用品。其实酒店的隔音效果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，只能说比小旅馆好那么一点点。走廊上说话的声音
照样可以听到。行吧，这就是我在河北邯郸的住宿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